注意看，这位东瀛拳王彻底栽了跟头，开局不到3分钟就被压制在角落，对手抱头蜷缩，连连摆手，裁判差点就要提前终止比赛。咱们中国战神可没打算轻易收手，今天必须让观众看清某些人的真本事。现在入场这位挂着5条腰带的，就是自称东洋格斗之王的松本一郎。您瞅他这身校服式的白袍子，搭配叮当乱响的金腰带，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参加化妆舞会。赛前这伙人放话可难听着呢，说什么中国选手早该回家抱孙子，根本没资格和他们同台较量。这话传到老将王洪祥耳朵里，直接把训练沙袋都锤爆了。虽说退役多年，状态不比巅峰，但咱中国爷们哪能受着窝囊气？今天这场较量可不光是拳脚比拼，更关系到14亿人的脸面问题。红爵这位穿中国红战袍的，就是咱们的全民格斗偶像；蓝角那个花里胡哨的，就是自称5冠王的东洋选手。铃响才10秒钟就做挑衅手势，摆明了看不起咱们老将的战斗力。要我说，这倭寇还是太年轻，根本不懂什么叫宝刀不老。只见王洪祥突然变节奏，贴身强攻，招招都往对方护具缝隙里钻，这顿组合拳打得那叫个解气，保管电视机前的爷们看得直拍大腿。各位老铁要想看完整暴打过程，赶紧双击屏幕点亮小红心，咱这就带大伙看这场中日对决到底是谁教谁做人。战力技巧方面呢，我是对王洪祥有信心的。这位日本选手呢，也是这个李道夫的空手道。顶不住了。王洪祥把对方比在绳角里。我不知道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现场话筒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气氛。真的大家的这个而日本选手为了抵抗王洪祥的炸，甚至使出了摔跤技巧中的下前抱摔动作，干扰王洪祥的节奏。裁判虽然公平，但还是对王洪祥进行了口头警告，如果再出现违规动作，肯定会扣分。这也能看出日本5冠王内心对王洪祥的敬畏。能挡的这个梦想，我们看见了不在小说里出现的霍元甲，不在小说里出现的黄飞鸿。那现在王洪祥又回来了，因为留恋回来了。在这场比赛上，王洪祥带来的不光是比赛的愉悦，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作为武者的直觉。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比赛，他从92公斤降到80公斤。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比赛，自然少不了爱国的中国粉丝。中国观众为王洪祥加油助威，但这不仅仅是实力的问题，更是中华武术的传承。在如此热情的现场，我坚信王洪祥会炸翻日本选手。不过这个 King 啊，李新熟的空手道这位选手，是这种传统流派的空手道，这种流派的选手，可能在这个搏击的擂台上，他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应。比赛进入第2回合，这日本冠军的实力和他那条金腰带看着是有点不靠谱，但咱也得承认，这日本光头还真挺耐打的，被揍了那么多次，愣是没倒下。不仅如此，他还左躲右闪，用各种灵活的身法跟王洪祥周旋试探。可在王洪祥眼里，这对手就跟个会动的训练沙袋没啥两样，稍微用点力就能打得他疼得直叫唤。这个比赛对自己的后手做一个检视。倒踢2次、3次、4次、5次、6次、7次、8次、9次。王洪祥那厉害的9记高鞭腿已经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最后那日本冠军实在扛不住，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台下观众看到这一幕，瞬间都炸了锅。谁能想到5年没打比赛的王洪祥实力还是这么惊人？这时候日本选手也彻底明白了自己和王洪祥的差距。不过人家毕竟是5冠王，也有自己的比赛尊严，就算今天要死在这擂台上，也绝不举手投降。有点腰酸背好气壮，这回倒一下，会倒再一次，还顶住了，成功，漂亮，后摆，倒了没？顶膝，还有，击腹，哇，非常的顽强。我都有点怀疑，这日本冠军是不是偷偷练了少林武僧的金钟罩？铁布衫被王洪祥狠狠揍了那么多下，还站得稳稳当当。要是换个别的日本选手，估计早就被打得口吐白沫，阴在擂台上了。这么看来，这日本冠军的实力还真不是一般日本选手能比。我觉得王洪祥应该还是可以的，拿出体力来。我们的裁判的执法尺度还是很。比赛到了第3回合，前2回合日本选手被揍的那叫一个惨，都不敢正眼看王洪祥，那凶狠的眼神就怕自己不小心惹到他，招来更厉害的攻击。再看王洪祥越打越兴奋，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复出之战了。他攻防一体的打法已经把比赛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想，肯定能把对手打得怀疑人生。那除了大家知道他的后手拳跟或者扫踢之外，他的前手勾拳，前手平勾，对，没错，加了这样的一个武器。最后他的终结以后加了砍踢。哇，王洪祥回来了！王洪祥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观众会觉得穿越了，好像时间。对着日本冠军来说，今天要赢是没啥希望了，能在王洪祥的进攻下保住性命就已经是万幸。
这时候王洪祥也有点累了，开始大喘气。但这可不是因为体力不行，纯粹是揍日本选手揍得太用力，累着了。可就算这样，日本选手还跟没事人似的站在王洪祥面前。PKO 了吧？哇，这个日本人真的是，还是非常顽强的，我们必须要真的承认，还是非常顽强的。还有，这很少人可以顶得住这么久的一个真的是。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我们的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啊！最后比赛结果出来了，王洪祥毫无悬念的赢得了胜利。大家觉得王洪祥这场比赛表现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咱们下期再见。